你说美国没有政治宣传吗？当然有啊，他用这种形式啊，杀一儆百啊，臭掉你的名声啊，他就是认定你有罪，他根本就没有目的的。我这个案子是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那我说我有罪，那个工厂没罪嘛？那个 FBI 官员你知道怎么说吗？哦，我回去跟上级汇报一下，一片黑暗。刚才说了，就是一片黑暗。你如果是真的正义的话，如果真的是美国的利益受到伤害了，工厂不是第一个有罪吗？你怎么工厂不去调查的呢？我的工作的目标就是将你的损失降到最低。那现在我拿到的 deal， 你要不要？你认10年，他就想make a deal， 把案子 close， 他才不想去上法庭。所谓的正义到最后就是一个 deal。什么是 deal 啊 ？deal 是商人之间谈一个交易叫 deal 呀。警察才不管他们的事情了，什么叫找到凶案？我就是要个 close the case， 到了年底有个业绩。美国是我的再生父母。如果有观众来对我指指点点的话，我觉得没有几个人有资格来跟我指指点点。我回去以后，我也确实看到中国有的地方已经把美国甩了好几条街了，美国可能永远追不上了。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我个人看啊，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国家如果说这么多的老百姓这样的一种负面情绪，今后会一个怎么样子啊？我的感触就是，看一个国家伟大不伟大，不是看它有多少高楼，不是看它有多少漂亮的基础建设，是看它的短板，对弱势群体它照顾到多少，文明的程度。别去小看台湾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人家远远把你甩过几条大街。美国是儿童的乐园，中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场。接下来川普上台，他如果带着放大镜，中美接下来关系这么紧张，我们这些华裔说不定就在枪口上了。张先生在这边经营一家民宿，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张先生这个民宿，跟他聊一聊，大概能够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吗？好的，我是1959年生，属猪，今年65岁。我的人生大概一半在国内，一半在美国。在中国，我的经历也比较坎坷；在美国，我也不是很顺，也很坎坷。在中国呢，就是59年生到66年文革开始，正好我是7岁读1年级。6年。文革前面3年就是整个全国就是乱了。武斗，前面3年好像就上了第1学期，后来就全国学校都关门了，都不上课了，闹革命了。那不上课，那小朋友那都在家里啊。整个66年到69年基本上没读到书，然后文革刚刚开始懂事，然后我还记得各个城市都形成了2派，一派是支持军队、支持政府的。另外一派呢是闹革命的。那么这个2派呢就打起来了，然后冲到军队去拿真枪，半夜就是那个几个晚上就是啪啪啪啪啪啪，早上就大家不打了，城中区是一派，城外区是一派，然后就在那个交界的地方建好堡垒打。过了1-2个礼拜，我们过去看看，我枪上全是枪动的弹。我还记得父亲过了1-2年吧，他正好带回来一些材料，可能就是民间散发的一些印刷的材料，我就看到那些革命派，怎么样去迫害那个支持军队政府派。毛泽东搞的就是要打倒一切当权派嘛。这些革命派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那当权派全公检法，什么厂长、局长、党委书记，通通全部被打倒，全部是走资派，然后进行迫害。当时我刚刚开始认字嘛，哇，看到这样折磨人啊，被打、被折磨，甚至被折磨死，就2派已经敌对到这种程度。然后父亲是厂长，当然是被打成走资派。然后我们学校呢，跟那个工厂只有2-3分钟的路，很近，所以这个小学里的孩子全部是职工的孩子。那么厂长被打倒了，你这个厂长的小兔崽子，走资派的崽子，小走资派也要被打倒。那么学大人，那我父亲这个走资派是当地算是有点名气了。那么批斗大家都看到的，小孩子也都看到了。那么学大人的样子，你是小走资派，我们要游街，把你游街批斗。然后那个副厂长巧得很，他的儿子跟我是同班的，
一起2个人，怎么批斗呢？手反绑，绑在后面，然后呢头上戴一个斗地主的那个白色的高帽子，那么那个纸上写一些字，然后挂一块牌子，牌子上写到打倒，然后下面你的名字，然后一个红叉，然后就把我们2个人拉到操场上去游街。小孩子啊，才7岁哦，但是1年级哦，没有老师管吗？就是他们老师都是放任那些老师都被打倒了。文革的时候，北京多少教授活打死啊！小学老师也受牵连是吧？大家都不敢说话，这些是革命派啊，小孩子是革命派啊，你可以去制止吗？对吧？你制止你就是反对毛主席，谁来干涉的话，你老师也要被抓进去了，也要被批斗了，谁敢啊？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半夜，那个工厂公救队冲进来的时候，父亲就是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的，待在家里等候，随时把你揪出去批斗。这个公救队肯定是人高马大的，然后我们门口就是有一条小河，有一个公救队站好，生怕你跳河，不准你去自杀或者怎么样，不可以死，他要拉你批斗嘛。然后那个门口贴了那个大字报，叫周围的群众要擦亮眼睛，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准乱说乱动。然后半夜冲进来搜索，这个真的像电影里面一样，啪冲进来，我们半夜啊，小孩子吓得那个，然后就翻箱倒柜，墙上全部查，看你有没有藏在哪里东西，反革命的东西。这个恶魔一直清清楚楚 vividly 就是一直印在脑子里。7岁8岁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文革，然后加上我的性格本来就比较内向，然后父亲在外面受了气以后，回到家里看到我就生气，看到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不像我的妹妹我的弟弟，他们会讨家长的喜好，而我就不会，我就冲着他们回来就打，拉起来就打，拉起来就打，打到我有一个细节，我到今天永远不会忘。我在厨房，那个时候穷啊，只有8字光的一个日光灯暗暗的开着，然后晚上我在洗碗，突然眼角好像看到我父亲一个黑影走过，我全身发抖，怕到他这个程度。如果真的父亲走过，我记不到今天了，因为是错觉，就一个错觉就吓成这个样，就被他打成这个样子，应激反应了都有。他也是想自杀了好几次，那回到家里一股脑的气往谁身上出，就往大儿子身上出，然后再加上学校里又抬不起头来，形成了我的性格一种扭曲的性格。那你弟弟妹妹那个时候，一种要强，一种不会social，极度的内向，周围的人都叫我书呆子。弟弟妹妹，他们在学校，我妹妹她是女孩子，又比我小2岁，所以一般大家也不会针对她什么。弟弟呢小我5岁，他在工厂的幼儿园里，那工厂开批斗会就会喊打倒我父亲的名字。2、3岁的小孩子啊，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后来跟我妈妈说，他会懂的，一喊打倒他父亲的名字3个字喊出来，他就会拼命哭。他比较年龄小，所以对他影响也不大，就我的影响是最大。对，那个时候懂事了嘛。高中毕业以后，高考，我是77年毕业的，78年参加高考，第一次高考，恢复高考呢，成绩差了一点，没录取到大学，把我录取到了中专。那个中专呢，因为是10年没有师范学校了，缺少大批量的那个中学老师。虽然是师范学校是中专形式，但是我们那个班呢，就说清楚，就是毕业以后就是教初中英语，我是英语专业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我就接受了。那讲到这个呢，又要讲到我那个当时就是书呆子嘛，思想非常的积极到什么程度？你想我那个10年，每天脑子里被灌输的就是8个样板戏，8个样板戏的音乐声当中长大的。那后来文革结束以后呢，突然样板戏不准放了，文艺开放以后，一下子也没有什么文艺东西可以填补，等于说就是一种空白。那么还有感觉到，哎，怎么毛泽东的夫人也抓起来了？然后毛泽东当时候好像隐隐约约，好像媒体里面也有讲他有犯错误了。那个时候觉得毛泽东尸虎未干嘛，就怎么已经在有点在反毛了呢？我记得有一次，
我对着那个广播，有线广播，我在听新闻，举起一个拳头，我说：“毛主席，我向你发誓，谁反对你，我就跟他拼到底。”就那个时候，粉红的心态就严重到这个地步。然后毕业之前，我坚决要求要去自编，先是要求到新疆，然后遭到父母的阻止。那我后来就狠下一条心，在高中学校门口还贴了个大字报，我想把事情闹得更大一点，要求到西藏去。在文革那个时候，对我人格的影响，内向，就会做出后面那种极端的事情来。然后母亲急了，学校的班主任也急了，到我家里来跟我父母讲，因为我直接写信到新疆西藏去，那边写信来了，那么是说要我过去。然后那个班主任来找父母，然后我母亲就把我的户口本藏起来，因为我要走的话，肯定要户口本去派出所去迁出嘛。当时你们去新疆、西藏都还要带着户口一起过去，把你的户口要转过去啊。哦，那相当于、你不能说随便人就过去啊，全部人口都是户口控制的呀，几乎没有人口流动。那后来就没去成，然后后来师范，我觉得我的目标是想读大学，但是就差了一点分数没考上。那个信上我又激动了，那个信上写师范学校就是人类的工程师老师，对吧？怎么样？我想，我学医也可以，做老师也可以，然后我就接受了。读了2年呢，到了班级里才发现，我这个英语水平是班级里数一数二的了。很多人在班级里面就懂了个 ABC， 但是他分数也达到了，但是英语方面就差得一塌糊涂，也在一个班级里面。那个时候高考是分这些科目的吧？也分科目了，也分科目。那他们英语有那么差？英语就差这个样子呀，他们本来报的就不是英语专业呀。哦，调过来的。对，然后就2年以后，我又思想积极的革命的不得了，我是班长，又是英语课的课代表，班级里团支部，然后学校是团委，那团支部书记就是团委的会员。照说我应该是派到当地比较有名的一流学校，我自己要求要到郊区学校，艰苦的学校去。然后在学校教初中教英语教了6年多，后来我就发现我做老师不行，教不好。当时改革开放也通过父亲的关系吧，后来调到外贸公司，后来就是从外贸公司到美国。签证方面呢，等于说也是走了一些后门。签证还可以走后门？这个就是后门已经走大到这个程度。那不是走到美国大使馆？我第一次是自己去上海去签证的。当时为什么去签证呢？就是因为我是从文革过来的。64以后，当时全国上下的广播电视台报纸一下子感觉到怎么又是杀气腾腾，文革又回来了呢？那整个这个国家就一片死气沉沉，一点生气都没有了。它差别有很大吗？反正全世界因为天安门的事件，对中国都进行制裁了嘛，那经济推动不下去了嘛。然后我是91年来美国的，那邓小平南巡真正推动改革开放是92、93年、94年的时候，对吧？之前呢，我是先通过自己冒失就到上海美领馆去签证，当然被拒签了。那后来父亲有一些关系，那开了后门。后门大到什么程度？就是直接到上海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副馆长的私人办公室里面 interview， 然后问我你怎么证明你没有移民倾向？那我说我有家庭，我有孩子，我就是学英语专业的，我到美国就是要学英语。他说你少来。他指后面那个书柜，他说我这么多的文件，出去了这么多的人，留学生有几个回来的？你怎么能证明你自己肯定回来？你证明不了。我脑子里就放弃了。讲的差不多了，结束了。Congratulations， 你通过了。他明白，就是做个戏，可能是要有移民倾向，但是还是会给你了。就做个戏嘛。对。他可能也是已经拿了什么好处了嘛，这个肯定是会给我的嘛。然后到了美国呢 ，F1 身份，学生身份来的，来了以后呢，确实很艰苦。然后后来就一直打工，这边打工那边打工，
3-4年以后拿到绿卡，也是那个旧金山那边的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读了1-2年，没读下去。也是我父亲的关系吧，通过他在一家小公司里做，那小公司出面 sponsor 帮我办绿卡，然后绿卡办出来以后回去了2-3次，后来觉得跟第一任的太太实在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那个差距实在越拉越远了。他没有考虑过来是吧？等于说我们已经成了陌生人了，然后差距又太大了，所以我回去就跟他离了婚。讲到我这个个人的性格可能也有点关系，就是第一任太太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不会跟人谈恋爱的。什么时候认识的呀？还在初中里教英语的时候。哦，是以前同事。哎，我想人家女孩子都看不上我，就她看得上我。哦，哎，然后一头就栽进去了。还是自己当时没有太多自信去追别人的，根本就没有第二个女朋友呀，哪有这个胆去追女孩子啊？看见女孩就脸红的那种人。回到国内，然后去办离婚的时候，碰到了我第二任太太。等于说就是她是我第二个女朋友。离婚了以后又跟她结婚，然后到了美国2个人就辛辛苦苦，这边打工那边打工，一直到最后自己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做了2年以后，正好是2000年，那个时候电子元器件是一个高潮，那个 Internet 起来啦，怎么样？有那么一个黄金年代被我做到，所以就赚了第一桶金。到了08年出大事了，被 FBI 盯上了。因为我这个业务就是比较敏感，FBI 觉得纯粹就是怀疑我是间谍。他是你那个业务是跟谁做？跟中国做是吧？主要是就是跟中国做呀，进出口呀。进出口。但是那个产品有点敏感。然后我们这一行当东岸有一家大的一家华人公司，他在深圳公司也很大。我在深圳也有个分公司，就是我表弟在那里，进出口都有。然后就怀疑上我，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带有非常浓重的政治色彩。我们这个行当里面，你抓的就是我们这2家华人公司都被你们抓了呀。办案子的人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无中生有，慕虚有的罪名。我的辩护律师就这么说，然后我也看了有关的书。这个联邦案子跟州案子不一样。州案子你确实有50-50的 chance， 你可以 fight。联邦的案子可以被你无罪逃脱的几率，可能就那么1%到2%。你被 FBI 盯上，你就死定了。他是盯了你多久？盯了你多久？然后就盯过来抓你了有几年。原来那个办案子的人退休了。然后我还收到一封信，就是我们查了你。你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看到你那个出口有多少次，都没有正式的报关，这些都是 violation。但是呢，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不向你起诉 ，case 就结束了了。谁知道那个新的年轻的 FBI 官员来找我的时候说，他们说，原来的那个退休了，他们也没说他们掌握了什么新的情况，没有新的情况，他们就是要找一个案子，就硬生生的就是要创造一个案子出来，然后就把那个原来的案子翻一遍，找到这个案子，我们就把它重新激活。涉案的金额方便透露吗？没什么金额，就是要找我麻烦呀。你就是怀疑我，他怀疑就是涉密还是怀疑我就是涉密和涉国家安全还是什么？就敏感产品你发到中国去啊？中美的贸易其实是很蜜月期的那个时候啊，那个911之后，蜜月是蜜月，对。他另外一方面 ，FBI 什么搞那个反中没停过，从来没停过。他就是盯着华人，对啊，华人贸易就是针对华人的嘛。对我出口，当时那个差不多60多岁的一个老头子，来过我家里几次。他是调查。后来我就说了，就收到那封信，说那个 case close 了。调查了多久？我说 close 呢？调查可能有1-2年，然后 close 了差不多2-3年。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警觉，是不是存在什么？调查我第二次来调查我，当然我知道了，他们说清楚是 FBI 的呀，我也不对他们任何隐瞒呀，他们什么都不懂，而我教他们呢，而我教他们应该怎么检查，对不对？他看你什么？如果我是有走私的，对那怎么查？你自己去看，因为我的东西你们都收走了吗？电脑都收走了吗？
最后从所有的数据里面找出来2个单子，2个 invoice， 其中一个 invoice 说得很清楚，我是要出到中国去的，而且我报关了，然后实际数字我也没有任何隐瞒呀。这个产品如果是受限制的话，你工厂怎么运给我的呢？最后我跟 FBI 说了呀，据我最后的调查，美国的那个产品第一次出口是工厂直接发给国内公司、贸易公司的，那工厂全都知道这个是受限制的产品，它怎么运到中国去的？然后第二次国内公司还要的话，再向美国的工厂要的话，他就跟国内的公司说，你在美国找一家代理公司吧，我们就运到国内公司吧，美国的国内公司吧。对。那我说我有罪，那个工厂没罪嘛？那个 FBI 官员你知道怎么说吗？我回去跟上级汇报一下。实际上他们都知道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问他，我问过了 ，We don't have a case， 我们对那个工厂没有任何的案子，就你不要都问了，一片黑暗。我刚才说了，就是一片黑暗，他就是要抓你。你如果是真的正义的话，如果真的是说美国的利益受到伤害了，工厂不是第一个有罪吗？你怎么工厂不去调查的呢？等于说你这个贸易公司是工厂那边提出来说是可以做一个这个贸易公司，而且还跟工厂去联系，对，可不可以出口？你要出一张单据给我，出口这个证据你也是有的，对，都报关的时候都报了呀。最后说，这个产品是受限制的呀，你就有罪了呀。工厂也没有任何的处罚，反正他没有任何处罚。FBI 直接跟我说，对，不管工厂嘛。We don't have a case。后来那个律师就叫我认罪，案子呢，联邦案子呢，控告你的叫 USA Attorney， 州政府的案子呢，你如果是刑事案的话，那控告你的就是 DA District Attorney。最后有一次就是，你既然是认罪呢，就是他要求你开一次会，那就是面对面了，就是跟那个 USA Attorney 面对面，然后那个 USA Attorney 他们受过可能专门训练的，我相信啊。我坐在他的对面，我感觉得到他的眼睛看你几乎可以把你看透。首先他们就是一直在影射，就是我后面有没有大鱼。他还在怀疑我，还在怀疑这个罪，你对，是我后面有大鱼。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中国领事馆的人有没有跟你接触？我们有跟踪你，好像我们注意到有华人一直在看着你，那么我们怀疑那个人可能就是中国领事馆的人。这个是一个佐证，就是我这个案子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因为我这个案子还牵涉到进口，那么牵涉到那个假冒产品。我不是说我这个人就是完美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做了10年这个生意，你如果在放大镜上照的话，总能找出来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佐证我的政治色彩，就是我第一次回国，国安部就找到我了。是你这个案件结束之后第一次回国？第一次回国就被国安全都跟踪我的。那是哪一年？就找我了，2012年左右。12年。我一直记得国安的一个小伙子，我们在走路，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张先生，你受苦了。”就突然冒出这句话来。他从国安那个角度，他就知道我不是个间谍嘛，我根本就不是个间谍嘛。哇！我当时一听到，就有一种回到祖国怀抱，一个亲人对我的理解，对我的关怀，就这么轻轻松松这么一句话，对我震撼特别大。他们也问我：“张先生，你受罪了，但是你觉得我们能帮你什么的？你尽管说。”我如果是真的有偷运，那么也是在为中国做贡献了。我说没有，我能要求国家为我做什么？这个细节上又证明我那个案子带有很浓重的政治色彩，带了政治色彩能有多少公正的可言了？你的整体感觉还是联邦调查局一定是带着那个放大镜再来查你的这些东西，他就是认定你有罪，他根本就没有目的的，他不是说已经出了什么事情然后来找我麻烦，是怀疑到我这个人，然后还要我教他们怎么来查我，一次到我家里来，因为我的生意基本上就在家里做的嘛，我教他们从收到的文件里面，收到的电脑里面去一件一件的查，倒过来查的。对，那么他们认为是有罪的。那我说的2个证据，有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是可以证明我是无罪的嘛，对不对？我被抓起来第二天，美国的当地的报纸，国内的一些小报全部见报了，国内的亲属打电话过来了，打给我前妻说，是不是你先生啊？你说美国没有政治宣传吗？当然有啊，他用这种形式啊，杀一儆百啊，臭掉你的名声啊。FBI 或者是 DA Office 他会直接通知中文的媒体，我们这一天我们会去抓他，通知他们给他们报的然后那些新闻媒体就到当场架好摄影机拍下来，马上就新闻登报。那回过头来，你会觉得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司法是信心更多呢？你觉得还是对华人的偏见更多呢？像我们这些华人应该是怎么去看待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我这个案子出的时候，中美之间那个还算是蜜月期了，对，那个照样抓啊。我那个案子之前不是还有一个华裔的科学家被抓起来，触动了华人团体，大家捐款几十万，请了一个律师团为他辩护，最后他认了一个小罪，那还是有罪啊。那其他20几个罪都是不了了之了，那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呀。那你说他没有种族歧视吗？特别对我们华人。接下来川普政府上台，他如果带着放大镜，那个中美关系这么紧张，我们这些华裔说不定就在枪口上了。这些挺共分子吧，反美分子、反民主分子，你除非你真的是身上没有一点毛病，你不然的话，美国政府 FBI 他如果盯上你的话，你就逃不了。我最近看了那个美国电影《Jury No. 2》，最能说明问题。里面有个台词：真理并不等于正义，正义并不等于真理。我们一般的民众都认为黑白是分明的，黑是黑，白是白，坏人是坏人，好人是好人。监狱释放出来的人都是坏人，对不对？都被证明了嘛，都已经坐过监狱了嘛，都被判定是坏人了嘛。没有一个人在放大镜下面是完全就是无懈可击，无懈可击，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人的。有一个韩国的基督徒虔诚的不得了，次贷危机那个时候被抓进去了，贷款嘛，做贷款，那个时候贷款抓进去了。然后他就说我是读硕士的，就像美拉达宣言那样，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倒过来伤害你。那个检察官转过身对着陪审团说：“你们看看这个人，别看他像个正人君子，他受过高等教育，聪明极子，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什么话都可以倒过来攻击你。”他就跟那个法官说：“做这种事情的大公司都在这么做啊，所有的银行都在做次贷危机啊，怎么就抓我呢？”你知道那个法官最后怎么回答？高速公路上超速的人多的是，你被抓住了，那就是你。到我法院的，我不去管没抓住的人，我只管你被抓住的人。东部的老板被判了8年，最后我等于说是认罪了。我的律师就说了，他说我处理过一个杀人案子，警察找不到尸体，但是所有的证据指向你。那么他说你可以死不认罪，死不认罪你上法庭。那作为辩护律师的话，他最不想的就是去上法庭，因为拖的时间他花他的时间，他对他的效益不好。他是希望很快的案子结束，很快的案子结束。那么对于检察方也是这样，他就想make a deal， 把案子 close， 他才不想去上法庭。上法庭就是 50-50， 对吧？然后他说你认不认吧，我现在争取到这个案子最好的结果。我的律师就跟我这么说，我的责任争取对你的伤害降到最低，我绝对不会保证你这个案子你可以全部脱身。那现在我拿到的 deal 你要不要？你认10年，然后你跟警察 make a deal， 然后你可以告诉警察尸体你放在哪里了。你如果不同意，终身监禁。但是当然也可能你上了法庭不认，最后检方证据不足，你可能可以脱身。那你要不要？一个是你认就是10年，不认有2种可能，一种是你可以逃脱，一种是终身监禁。你要什么？那正常人你说你会选什么？当然选10年了。所以所谓的正义到最后就是一个 deal。 什么是 deal 啊？ deal 是商人之间谈一个交易叫 deal 呀。你怎么法律上面杀人案你可以这么make a deal的呢？杀就是杀，没杀就是没杀。对于受害者来说，我要你们检方找到的就是杀人凶案，警察才不管他们的事情了。什么叫找到凶案？我就是要个 close 的 case，
我有个到了年底有个业绩，我这个一年我 close 了多少 deal。这么说吧，美国的那个政治黑暗、检方的黑暗、司法的黑暗，一般人是没法想象的。所以我在政治上面，我不会说一边倒的反共、反华、反习，我也不会说一边倒的说美国就是一个民主的灯塔，天上人间。我在美国30多年，我是学英语专业的，所以语言上面没有任何问题。我现在做的民宿也基本上都是跟老外交涉。如果有观众来对我指指点点的话，我觉得没有几个人有资格来跟我指指点点。我从文革经历过文革，经历过 FBI 的案子，我看到中国的腐败、黑暗、不民主的地方，我亲身经历过，我也自己也看到。美国，我的感觉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作为一个骄傲，一定程度上，这话确实没错。它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说什么我不用后怕，第二天有人来敲门把我抓进去。在中国随时可能发生，没有人权，践踏人性，人间消失。在美国没有说 perfect， 毕竟它还有一个流程啊。到了警察局，到了监狱里面，你从来没有对我体罚的。这些流程都还是公开、比较透明的吧？我是联邦案子就应该到联邦监狱的。他说那个联邦监狱没位置，所以要把我们暂时放在州的监狱里面。州的监狱里面什么条件都是差的，夏天没有空调，然后吃的东西又差，然后那个警察的素质，就因为我到了一个新的监狱，我不懂规矩，人家也没告诉我，东西已经放在桌子上，坐在那里要吃了，那我就吃了，我就没注意到看旁边的人。哇，那个警察把我喊出去，对着我 fuck， 就连着骂，就你就站在他前面，就是被他骂。过了半年吧，哇，那个夏天那个热啊，那个警察的办公室我看也是电风扇扇着，没空调。到了第一次转到监狱，我记得那个一刹那，我们车子停下来，后门进去，联邦监狱的警察，他叫 CO Correction Officer， 我们都把他们叫做 CO。开门开来，每个人进去他都打个招呼。轮到我听到的 How are you, sir？ 哇，我全身就是鸡皮疙瘩都出来了。哇，总算第一次得到人的尊重了。对对对，洛杉矶市中心叫 MDC， 叫 Metropolitan Detention Center， 那栋大楼所有的窗户只有一条线，那就是 MDC。因为人一下子那个精神世界垮了嘛，本来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下子就到了监狱里面去，跟外界全部隔绝了，不知道下来日子怎么过，这个案子会最后怎么结束。就在脑子里想，哎呀，我真的愿意变成一个老鼠，变成一个小鸟，可以自由。就人到了这个程度，就多一个畜生都不如。过了1年半出狱，从监狱出来了之后，再次融入这个社会，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有，那个法律里面有一个叫 double jeopardy。所谓 double jeopardy 就是同一个案子你不可以审2次，就是同一个罪行。比如说我学的英语，我的理想就是要当老师啊，那我填表的时候就要如实写清楚的，是不是犯过罪啊？你瞎说也没用啊。还有那个大公司都要叫你到警察局去摁指纹的，那指纹一看嘛，就是我做过监狱的呀。那这个不是就是社会上对我的 double jeopardy 吗？我如果是有罪的，已经判了我1年半，那么我这个1年半不就是抵消了我的罪行了吗？对我的惩罚了吗？那怎么叫我现在还要永生的被惩罚？做老师不可以做的，其他的就业都要被检查的，但其实大公司都不会，肯定是不会请我这种 felony， 所谓叫 felony 的。当然，美国的法律也有，联邦的法律也有这个规定，要过了7年以后，可以去申请 sponge， 把你的那个案子可以从公众的 public record 里面取消掉。公众看不见，公众看不到。我在估计就是填那个工作申请的时候，可以不写这一条，因为我已经被 sponge 了。我想这个 sponge 的目的就是这样了，它有这个保护。不像中国是明目张胆的要牵涉你3代的，这个跟封建社会那个牵涉9族不是
差不多类似的嘛。对不对？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美国的这个犯罪记录类似于这个信用一样的，它可以刷新，大概就是影响你这么多年。对，信用也是7年嘛。 7年嘛，对吧？对，7年以后他可以查不到你原来是 bankrupt。对，有影响还是有影响，但是你说怎么完美，根本就做不到，做不到，根本不可能。然后跟太太慢慢又重新恢复关系，孩子是双胞胎，05年生的，然后到了07年呢，案子前的1年，我就跟太太说，我说我现在什么都有了，房子也很大，孩子也有了，车子有了，什么都有了。哎，想想我到美国来就是学生身份，到现在也喜欢学英语，一个学位都没有，所以我就下决心回到学校去重新读书，几乎是 full time job， 是我的公司，一天可能要6个小时吧，至少，还有个 full time 就是照顾2个小孩子，才2、3岁嘛，要花多少时间？然后学校又是 full time student， 上的是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 离家比较近一点。学校跟我讲，你要学英语专业，你在国内学的是英语专业，在一个非英语国家学的英语专业学分全部不能。我那个4年是从零开始，那我是从 Community College 再加后面2年硕士，我学的就是英语专业，所以这个从零开始，我现在回过头一看，非常值得。几乎所有的科目，特别是文科的科目，老师强调的都是叫 critical thinking， 跟国内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它根本就不是一种灌输式的教育。上课就是老师跟学生是讨论的形式，你们要提问，你们要 question， 批判式的思维。等于说我前面30几年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人生观、一种三观、政治观、哲学观，到了美国的大学这6年的学习，怎么样重新用西方的语言、西方的思维方式去看问题，不大会人云亦云，不大会片面。你比如说对中国的态度啊，我回去以后，我也确实看到中国有的地方已经把美国甩了好几条街了，美国可能永远追不上了。但是也有看到中国，我这2次回去，扑面而来的一种负面情绪，一种对前景失去任何希望。最近什么时候回去的？去年年底跟今年4月份回去。这种负面的情绪有的程度方面，甚至超过了60以后那个2、3年那种黑暗的年份，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或者中年，他们已经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现在突然一下子多少钱全部损失了，甚至负债了，然后赚不了钱，然后那个贫富差距这么大，看着有钱人这么有钱，然后再回想自己过去风光那个年代，那个骂共产党，我都有点怕了。就在一个公共场合，就在一个宾馆，很有名的宾馆楼下的咖啡馆，我跟一个女的网友第一次见面，喝咖啡，然后就讲到她损失了多少钱，几千万吧，可能1000万、几千万，可能是投资一些私募资金啊什么的，骂是被割韭菜了呀，然后就骂共产党，哎呀，骂的旁边的人都听得到了，我都吓了。然后出租车司机啊，一些朋友啊，我能接触的一些人，几乎100%都是这种。我在想，一个国家如果说这么多的老百姓这样的一种负面情绪，这个国家怎么今后会一个怎么样子啊？要么就是躺平，要么就是无所作为了，我也无能为力，要么就是大家就是负面这种强烈的一种扑面而来的一种负面情绪。后来我是1年前法院正式通过离婚。然后分居也差不多2、3年了，分居。就是跟第二任太太也离婚了，所以我现在单身一个人，孩子也不跟我来往。那我现在在管理这三栋民宿吧，做了差不多11年了，所以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就是监狱里出来吧，后来13年，然后先在山上做了几年，后来就到山下来做。我现在主要做的是月租 （monthly rental）。在 Airbnb 上面99%差不多都是老外吧，老中比较少。我现在这个地方也不是旅游区，主要是这里离尔湾比较近，那么那些公司也比较多，有一栋在北边一点，有2都是在尔湾这边附近。营业额可以做到多少？总的来说哈，我去的地方不多，在我不多的情况底下相比，呈现南部
是离天堂差一步的地方，就好到这个地步。它的气候、它的环境、它的人文素质各方面哈。但是你如果说房产投资的话，你在尔湾附近，你买一套稍微像样的，现在差不多要200万。对，那你这个200万买下来，一个月的租金可能也就是6000块、5、6千、6、7千这个样子。同样这一栋房子，你在北边一点，在 San Bernardino County、Los Angeles County、Riverside County， 那些地方买100万都不到。然后这些类似的房子出租可能也要4、5千，那个差距就太大了，性价比就太大了。短租跟长租这样做 monthly rental 的 income 跟做 yearly lease 的 income 基本上要翻1倍还不止，有的做得好的话可能要翻2倍。因为我们在这里租金收入就差一点，可能就翻个1倍。如果在北边的话，你可以翻个2倍，甚至3倍都可以。我3000块钱的成本，银行贷款啊、地税啊、保险啊，6000块很简单的事情，有的时候经常9000块都能做得到。那我现在这里经过了差不多1年的摸索，这里的性价比较低一点，在低一点的情况下做下来，我觉得是不比北边差。你的心态就准备好，就是拉平，很快的把我这个65年，差不多我记忆的60年，中国30多年，美国30多年，这个跨度这么快的再讲一遍，简历到不能再简历了。中国那个30几年那个经历，那个64那个我是没亲身参加过，但是当时看那个新闻啊，那个一段中国等于说是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点。现在回过头一看，太可惜了，没有抓住这个时机。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我个人看啊，是一个失败的。到了那个历史64那个关键时刻，也就邓小平他可以推动改革开放，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得到。历史把这样一个责任放在他的肩上，他却最后选择了血腥镇压改革派。到现在习近平政权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邓小平当时闯下来的那个漏洞。你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确实辉煌了那么30-40年，但是很多你看做的都是面子工程。今天我的朋友就给发了一个视频，短短的很短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公交车，一个残疾的轮椅，他怎么样下公交车。我的感触就是，看一个国家伟大不伟大，不是看它有多少高楼，不是看它有多少漂亮的基础建设，是看它的短板，对弱势群体它照顾到多少。中国来看看美国，你怎么像乡下一样，高速公路破旧的这个样子，杂草丛生，不去花钱搞这些。比如说那个110高速公路，跟210那个高速公路，通过帕萨迪纳就那么一短就过不过去了。对，我30多年前来美国就看到新闻，国会在讨论要怎么做，后来就想出来，我们造高桥吧，就不影响下面的居民。到现在他还接不上。对，你在中国中央一个命令就通过了，那好多事情就可以办成了。民主国家，你从这个方面看，确实它抵不过。还有民主国家它有个漏洞，它是个开放国家，像中国这样渗透很容易，那你美国去渗透中国去试试看，太难了。所以被那个中国颠覆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看他对那个弱势群体，看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的成熟度。后来有那么一个礼拜，我到台湾去，我颠覆了我自己一个人去了台北、台中、台南3个城市，从北到南，这3个城市也算台湾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也算是大城市了。那跟国内的大城市没法比。但是我不去注重那些硬体的方面，我看的是当地的民俗，它的人文素质。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公交车上来一个老人，大概70岁左右，拿了一个拐杖，我看他走路还是可以的，然后走到那个公交车的当中的走廊上面，车子在启动了，我坐在后面，我就在看，周围差不多有那么5、6个人，所有的人屁股都端起来，我就在想干嘛呢？你们是做样子做给谁看呢？老头就一个人，有一个人让位就好了嘛，你其他人为什么还要端一下屁股做个样子呢？我后来一想，不对，当地的人的这个文明的素质到了这种程度，就是我屁股不端一下，我是做不下去的。对，
我做个样子要做一下。那我就回想同样一个场景，在中国的大城市，比如说在上海吧，也是同样的情况。那周围的年轻人看到以后，我想让座的肯定有，但是是极少数。台湾是120%让座，对不对？从这种细节来看，文明的程度，别去小看台湾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人家远远把你甩过几条大街了。他没有10年那个空白，文革的那个空白期，他那个礼义文明，在台湾能看得到。还有一个，我就说，你们台湾人，我就问你们台湾人怎么这么样子的啦？公交车上人家2个人坐在一起，怎么都不说话的啦？他们就说张先生，你不知道，我们确实受日本人的文化影响，公交车上确实有这么写，不要大声喧哗，你就永远看不到人家在公众场合打电话的。你在中国高铁上面、公交车上拿起电话来，从头到尾在谈生意，从头到尾在跟朋友亲戚在讲话，在台湾不可能。我坐上出租车，司机绝对不跟你说一句话，他的工作就是把你从地点 A 送到地点 B， 他不会来打扰你。那么我的感觉就是你太冷漠了嘛，不一样。你别看他是冷漠，但是我一开口，我这个人喜欢说话，那我就要问他了。你们台南这次怎么样啊？选举大学怎么样啊？我只要话头一提起，哇，他滔滔不绝，哇，那个热情啊，他就不会像我们从大陆来的就没有这个习惯，然后到了美国以后也没那个习惯。美国人就喜欢 chit chat， 对不对？对 ，casual talking， 对，哪有这么大家2个陌生人坐在一起不说话的，不可能的嘛。台湾就这样，大家都不说话，大家不打扰。就刚才说的，我看一些问题就不会这么片面，特别到了这个年龄，我自己的打算，我可能也过个1-2年，我也准备彻底退休。我想我不会选择在美国养老。美国是儿童的乐园，中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场。到了老年特别的孤单孤独。你如果是在东南亚，那个文化的氛围完全不一样，那老人很需要这方面的氛围。那么还有这个性价比。我退休以后1个月目前的退休金是1500，这个$1500在美国你根本生活不够用的。那我这个1500，如果说我选择一个东南亚国家去退休，比如说随便说一个吧，马来西亚去退休，什么财产都不算，我就算每个月固定的 Social Security 的那张支票1500，这个性价比，我在马来西亚人家说你两个佣人都能请了。我到老了以后就固定这个收入，那当然是选一个那个性价比最好的地方。还有我对死亡的看法哈，到了这个年龄，我是一个基督徒，每个人早晚都要走上那条路。到哪一天我创造不了价值，那可能我也能生活，就是自己照顾自己。到哪一天社会要照顾我了，倒过来了，躺在床上根本没有价值的生活，我不想过。这个地球上这么多的人，我为什么还要浪费这个资源呢？作为基督徒来说，到了天堂跟耶稣在一起，哇，那个是最幸福无比的，天上永远是欢笑，没有任何的哭泣。我也不会说因为是基督徒，天堂这么的美丽，我现在就去死，神也不允许这么做。但是到哪一天我已经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干嘛要留恋地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已经战胜了死亡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就不应该害怕死亡。所以我想得很开，退休以后我就想去东南亚。对，所以说为什么东南亚那边那么多欧美人退休了去那边生活？这是有原因的。对，以后你们可以到我退休的地方来采访。对，可以。人生到了第3个阶段。对，是的，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